俄罗斯的侵略已经走进了死胡同，发起主动空袭，被乌军防空系统教育，被动防守，也没能守住能源设施，再加上欧盟正在进行开战准备，压垮俄罗斯的最后一根稻草已经落下。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，欧盟将在2030年前做好与俄罗斯开战的准备，相关军事计划草案已经提交给了欧盟委员会。计划显示，未来5年内，欧盟将拥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，以此有效威慑或打击对手。欧盟的开战准备被认为是为了呼应波兰外长的倡议。欧盟提交开战计划的前一天，波兰外长希科尔斯基称，乌克兰计划在与俄罗斯战斗3年，他呼吁各位盟国做好准备，继续支持基辅的正义事业。倡议刚出来，俄罗斯就开始急眼了。俄政治学家梅久霍跳出来断言不可能，基辅别说计划与俄再打3年，3个月都困难。言下之意，乌克兰的盟国们尽管做准备，不过是做好乌克兰被俄军彻底占领的心理准备。然而仅仅过去1天，欧盟就来打脸了。欧盟在计划中写道，他还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，力图将其打造为抵御俄罗斯的钢铁豪猪。美国也来补刀。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称，非常希望欧盟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，增购美国武器，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援力度。面对全副武装的乌军，俄罗斯拿什么打？另一边，欧盟也在不断敦促成员国共同采购武器，按照开战计划的要求，预计到2027年底，联合采购合同在国防采购总量中占比从当前不到 20%， 提高到 40%， 到2028年，则至少有 55% 的武器采购来自欧盟和乌克兰企业，直到2030年，比例将提高到恐怖的 60%。 这波军火大升级，直接奔着俄军来。对此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竟然开始给俄罗斯贴上了受害者的标签。他批评欧洲的行动导致了战争升级，甚至暗示欧盟是俄乌战争的源头。好家伙，一番慷慨言辞，直接将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摘得干干净净。只能说，树不要皮必死无疑，人不要脸天下无敌。到底谁才是挑起和升级战争的罪魁祸首？不用火力军多说，大家心里都明白。可以看出，欧盟的行动触动了俄罗斯敏感而脆弱的神经。面对乌军的反攻，俄军已经吃不消了。如果欧盟再发起攻势，只怕俄罗斯辛辛苦苦营造的军事强国形象，一夜之间就轰然倒塌。正如特朗普的形容，表面张牙舞爪的俄罗斯，背地里却是一只一戳就破的纸老虎。总的来说，欧盟的开战计划虽然计划到了2030年，但根据乌克兰与俄再战3年的规划，大概不用等到2030年，这3年间，欧盟便会开启反击俄军侵略的战斗。当然，目前交战计划还处于草案阶段，正在等待欧盟委员会的审议，未来可能还有变动。但无论怎么变，它都将成为落在俄罗斯这头摇摇欲坠的骆驼身上最沉重的一根稻草。